好了，各位，今日的節目呢，就是在討論為什麼我們會有一個不讀書的中研院院長啊，有沒有很開心？來，各位事務所同學晚安，我是朱學恆。中研院院長陳建仁說啊，苯鈿比多喝水就排得掉，這是事實。台大的詹長權教授呢，隔天就搬出了美國的 EPA 報告。它溶在油裡的量是水裡的130萬倍，但是你以為只有一方不顧科學嗎？同一周，有一個醫師出身的立委蘇清泉說，血壓110很危險啊。一個把致癌物講小，一個把血壓講大。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呢，就是這一次我們所面對的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啊，到底食安問題要怎麼解決？今天是2026年7月25號，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我們的中研院長陳建仁，我們會講到苯鈿比、詹長權、心醇、腸肝循環、BPD-E。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那這個我們開始嘍。院長開言水可流，一杯沖淡萬般憂。五環本是清油物，偏向刨除烈火球。烘烤名存游人在，有機填盡鍋難收。莫言杯水能除盡，賬單早已落咽喉。等等，什麼叫我的4K 不見了？我還是一樣是一個4K 的臉啊。那所以應該是你的眼睛有問題了，這個請注意你的眼睛上面如果長了包皮，記得要把它割掉。這個還是一樣是4K 的內容，你不要害我嚇一跳。我說我好不容易把我臉調得比較清楚一點，結果又說沒有，不是。來，所以我們從一句話開始。7月22號，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國民黨立委羅廷瑋問中央研究院院長陳建仁一個問題：苯鈿比是不是多喝水就可以排掉？陳建仁的回答是6個字，6個字叫做這是事實。逗號，任何致癌物都是這樣，等等，這不是6個字啊。好，來。在聽直播的各位啊，先不要急着笑，也不要急着罵，我們把這句話擺在桌上，看清楚他講了什麼。這句話有2層，第一層是苯鈿比可以靠多喝水排掉，第2層更狠，任何致癌物都是這樣。第2層才是問題啊！致癌物這個類別裡面有溶於水的，有不溶於水的，有經腎臟排的，有經膽汁排的。你用一句話涵蓋任何致癌物，那大概跟說任何車子加水就能跑差不多。說這句話的人是誰？陳建仁，公衛學者，流行病學出身，當過衛生署長，當過副總統，現在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這不是路人在里長辦公室講的話，這是台灣學術金字塔頂端的人在國會殿堂對着會議記錄講的話。隔天，台大公衛學院的教授詹長權在臉書發文，他沒有罵人，他做了一件更麻煩的事情，他把美國環保署2017年出版的 BAP 毒理學評估翻出來，然後說什麼？他說：“這一份文件裡面沒有指出增加飲水量可以降低人體的苯鈿比毒性，也沒有建議把多喝水當成降低體內負荷的方法。”然後他補了一句：“目前沒有直接的人體證據顯示增加飲水量能有效降低苯鈿比的毒性。依現有毒物動力學的資料，增加飲水量對苯鈿比清除的影響預期相當有限。”請各位注意詹長權的用詞，他沒說陳建仁胡說八道。雖然大部分人都很想要這樣做，他說的是沒有直接的人體證據，預期相當有限。這就是科學的講話方式，很無聊，不會上熱搜，連一個情緒動詞都沒有，但它可以被查證。你去翻那份 EPA 文件就知道了。
這件事情不需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不需要相信我，我會把證據拿出來給你看，你看了證據再相信。本台又不是邪教，我今天不打算只做打臉陳建仁，太容易打了。一個中研院院長不讀書的問題是操守問題，操守問題太簡單。我們打的是科學，我們打的是他這樣講的話違背了多少科學，而依據科學，我們要怎麼拯救自己？我們今天做3件事情。第一件，把苯鈿比的科學講清楚，為什麼它不溶於水？為什麼它走的是糞便路線而不是尿的路線？第二，講一個對照組，同一個星期，另一邊也有醫師背景的人講了一句不成立的話，只是方向相反，這證明台灣現在面對的不科學問題，不是一個黨的問題。第三，後半段整個變成自救手冊。什麼有用，什麼沒用，什麼是話術？因為誠實的科學殺傷力永遠比政治的嘴炮大，這就是今天的主軸。當科學家開始失去中立的科學立場，替陣營發言，最先死掉的不是他的名譽，是這個國家的科學研究跟操守。而科學死掉之後，付賬單的不是他呀，是那個買了一瓶油回家，以為多喝2杯水就沒事的人吶。哎，來，我真心覺得今天的狀況啊，真是媽太莫名了。講了半天，說這是事實，那事實在哪裡？事實顯然不是我的能夠決定的。來，我們剛剛看抖內到現在連目標都沒一個都沒有。來，Thomas 要說想問朱大，今天人數景福門塞爆，仁愛路、信義路、台大醫院、中正紀念堂都是人，喊20萬會不會太少？你高興就好。如果今天你出去門沒有看到人的話，這才恐怖吧。來，壞掉龍九說，請支持老人上台，最愛拿的麥克風單人哈土巴。老朱並愛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朱助打擊，謝謝。來，我們進到第一章哦，講130萬倍這個是怎麼一回事呢？來，要理解為什麼多喝水對苯鈿比沒有用，你得先知道它長什麼樣子。苯鈿比的英文叫做 benzoapirin， 縮寫叫做 BAP。國際癌症研究總署列為第1級人類致癌物，對人類確定致癌的最高等級，跟石棉、煙草煙霧同一組。它的結構是5個苯環 benzene 連在一起。5個苯環是什麼概念？想象5個正六角形像蜂巢一樣，整個共邊拼起來變成一片扁扁硬硬的碳氢化合物。沒有電荷，沒有極性，關鍵來了，水是極性分子，2個氫1個氧，彼此靠氫鍵手牽手牽着死緊，所以苯鈿比沒有辦法跟水分子形成氫鍵，它插不進那個隊伍，沒有空出來的手啦。所以苯鈿比排斥水，清淨油脂，那到底差多少？什麼講了半天，苯鈿比喝水就可以代謝掉？我告訴你，就差這麼多。詹長全引用的實驗數据是啊，苯鈿比在心醇就把它當作油的代表啦。在心醇裡的溶解度比在水裡的溶解度高出130萬倍以上，130萬倍。那現在呢？中研院院長跟你說多喝水就可以把它沖掉啦。還有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自己就能回答了，沖什麼？它從頭到尾根本不在水裡，它不在水裡，聽懂了嗎？你用水沖一個不在水裡的東西，怎麼把它沖走？更麻煩還在後面，它進你的細胞連鑰匙都不用，鑰匙都不用。
一般來說，很多物質要進到細胞，需要細胞膜上的轉運蛋白。你把它想做大樓的門禁，沒有卡你進不去，對吧？但苯鈿比不需要，因為細胞膜本身就是脂質雙层。膜的核心是疏水性親油的，苯鈿比是親油的，所以它直接融進細胞膜裡面，然後靠着被動擴散，輕輕鬆鬆就穿過去了，進到細胞質，再往前就是細胞核，就是 DNA， 沒有門禁卡，因為苯鈿比根本不走門，它是直接從細胞膜就滲進去了，這就是它被列在第一級的原因。物理化學性質讓它天生就能接近你身上最不該被接近的東西呀。在聽直播，各位一定有人在想，那高脂飲食是不是更慘？答對啦，開心吧 ？EPA 那份文件寫得很清楚，高脂飲食就你吃很多油脂的飲食啊，炸物什麼東西的，或油脂介質的食物，點名的例子裡面有玉米油、大豆油，通常會增加苯鈿比在腸道的吸收。你知道有多諷刺嗎？這次的污染載體本身就是最有效的助攻，幹，這是最佳拍檔欸！它不是藏在油裡面的毒，它是用最好的溶劑、最好的運輸工具送進你身體裡的毒。這一章的結論很短。多喝水可以排掉苯鈿比，錯不在態度，錯在化學。這個分子在油裡的溶解度是水裡的130萬倍，不需要轉運蛋白就能穿透細胞膜。油脂本身還會增加吸收率。你要用水去對付一個從定義上就排斥水的東西，這不是樂觀，這是搞錯對手啊！而且我還是要講，中研院的院長瞎雞巴講，真是媽有夠悲傷。立 LP 說背包種菜就栽包掃把，劉體兩說見人就是無良知，月薪半百腦自殘，聖騎士暗夜獨行，再無聖光照大千，就變成阿薩斯啦，你要怎麼樣？山仔醫生說聽聽朱大怎麼解析奧德賽，我跟你講，奧德賽故事很有趣呢，是一個古代的美伊之戰，講了半天理由是什麼？說是搶美人，結果搞了半天媽的是貿易民族在互相封鎖，所以也許諾蘭看完整個歷史研究的時候，想說算了算了，反正海倫都是理由，我隨便找人演就好了。這個 OWTS 9999，我也跳聽奧德賽。劉體兩說遙想 BNT 疫苗，照見人無良知，如今不過是矮油拉到脫肛變流油。奇怪，劉體兩最近怎麼不用打油詩了？這是什麼駢體文是不是？信義區貓頭鷹，這個朱大晚上好，今天去凱道回來，說真的老人家挺多的，不過應該蠻辛苦的，所以說20萬我是問號，抖那個頭香吧，哈哈。這個你說20萬呢？我覺得現在大家都知道，你也是我也是，去凱道就是掰一個數字給大家開心。你如果沒有辦法自己判斷，你覺得有20萬，那就有20萬吧，開心就好。但是政府會不會怕？政府才不理你呢。Angela CY 物，謝謝你抖了芒果刨冰出口物，也謝謝你的抖內。所以我繼續講，來進到第二章了。第二章呢，你看到我後面的圖片啊，你就知道要救命，要救你吃進太多苯鈿比，喝水沒屁用，媽趕快吃蔬菜啦！上一章我們講了苯鈿比進不了水，這一章要講更關鍵的，它進了你身體之後是怎麼出去？怎麼出去？因為多喝水這個建議背後有個很直覺的模型，身體像血管，喝水沖一沖，髒東西就從尿排掉了。這個模型對某些東西是對的，對水溶性經腎臟過濾的東西呢，多喝水確實有幫助。但苯鈿比走的不是那條路，我們看它在你身體裡面的旅程，
你吃下去，經過胃腸道吸收，進入門脈循環，先送到肝臟。腸子吸收的東西不會直接跑遍全身，會先繞去肝臟讓它做審查，然後肝臟開始代謝，分成2項。第一項叫做活化代謝，酵素會改造這個分子，加上氫原子，聽起來像在解毒，對不對？錯，不對。第一項產生的東西叫做 BPDE， 苯鈿比 -7、8-2醇-9、10-環氧化物，这是苯鈿比最重要的致癌代謝物。它弄了一圈之後，代謝出來的東西反而致癌。BPDE 會跟你的 DNA 產生共價鍵結合，形成穩定的 DNA 加合物，引起突變，然後致癌程序就啟動了。這個東西我特別解釋一下 ，BPDE 就像一根大釘子一樣，它打進你的 DNA 了，然後結果導致 DNA 在複製的時候，發現上面突了一根怪東西。那這個怪東西不是正常的 DNA， 所以它在你複製的時候，很容易發生突變，就致癌了。所以你聽清楚這個荒謬了嗎？你的身體在處理它的過程中，親手把它變成更會致癌的東西。所以它的第一項不是解毒，第一項是坑慎防，第二項才是真的解毒。肝臟裡的酵素會對 BPDE 進行結合反應，產生水溶性的代謝物，降低它跟 DNA 結合的能力，然後增加膽汁跟尿液裡面代謝物的排出量。重點來了，苯鈿比的毒性不是取決於體內的總濃度，是取決於第一項活化跟第二項解毒2個反應產生的代謝物之間的平衡。這是今天整集，我跟你講，陳建仁已經沒有救了。你中研院院長會講這種東西，你的國家沒有救，你的科學沒有救，你不要設想救他，他就是已經墮落的聖騎士阿薩斯啦。所以今天整集直播的地基不是總量決定毒性，是2項的比例決定毒性。兩者之間，一個是增加毒性，然後一個是把它解離，到底毒性多強？好呀 ，Jesslyn 禮拜6又有時間來啊，這個。這個 PS 朱大前幾期講汽車跟能源講得很好，起碼比我的很多同行強多了。然後別忘了我是讀 Biotech 的，這個吃苯鈿比有問題，這是幼兒園都知道的。喝水喝得多來解毒，還不如相信廣東人喝涼茶解毒有心理作用。哎呦，但是我跟你講，廣東人喝涼茶喝多了，像我喝多會拉肚子哎。我都不知道這拉肚子算不算排毒了，但是 Jesslyn 最近有空可以多上來啊。那因為現代的這個離岸信託，老公那邊要想辦法解決了，然後所以投資什麼的比較辛苦，而且最近 AI 方面的投資也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啊。但昨天的那個標準過了，我們下禮拜會有一集講那個 AI 巨頭。所以中研院院長這樣子，這個國家沒有救了。我們不準備要救那個國家，但我們準備要救你。所以我們今天討論要回到多喝水。苯鈿比不是溶在水裡，然後由尿排出去的物質，你溺死了。你多喝水，喝到你被淹死，水中毒就沒有用，也沒有用的。它必須要先經過代謝活化、結合反應，才有可能被排泄。而且主要的排泄路徑是膽汁跟糞便，不是尿液。所以你增加喝水量，增加尿量，你動到的是那條比較細的支流，而且你動到的還是代謝完之後的那一段。重點毒物不是喝水被排出，是要經過代謝把它包成能夠排泄的狀況弄出去啊！不然你一直尿，你尿你的，他毒他的。你還是照樣吃，還是照樣完蛋嘛。
真正的瓶頸是在肝臟裡面那個兩項平衡，不在你的膀胱啊。打個比方呢，你家水管塞在廚房水槽底下那個彎管，然後你跑去把2樓浴室水龍頭開最大，說我要沖一沖，那個水流不到你家廚房水槽底下那個彎管啊，你只是在另外一個房間制造水聲跟增加你的水費而已。本章的結論很簡單，多喝水這件事情沒有錯，多喝水對健康有很多好處，但是把它講成可以排掉苯鈿比，尤其是由中研院院長的高度來講，是把一個走膽汁跟糞便，而且受限於肝臟兩項代謝平衡的物質呢，硬塞進一個走腎臟的模型。科學不會因為講的人職位高而改變路徑，他走哪條路就是走哪條路，請各位注意好嗎？哎呦，周末景浩兄也來了，好，來，這個出口物線你的抖內劉體养說，莫道癌油多喝水，代謝脂肪非尿道，脂肪分解靠呼吸，多做運動，多喘氣。乙說我化學不好，但我知道水是水，油是油，酵素是酵素，生理食鹽水不是疫苗啦。景浩兄上來抖內說讚，謝謝你啊。所以我要換一個方向。如果這一集整集只講陳建仁，太不好玩了，對不對？明天留言區第一句話一定說幹你媽藍的，你紅的。所以我們來看同一個星期，另外一邊發生事情。7月19號起，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楊之斗等人與3位議員參選人在凱道絕食，響應25號的反毒油遊行，就今天晚上了。絕食本身有什麼狀況，不是我要談的，我們今天沒有要談政治。我們講7月22號呢，心臟外科醫師出身的國民黨立委蘇清泉去現場幫他們做健康檢查，他量完血壓說，正常年輕人血壓應該要有130、140，但這4個人掉到100、110，很擔心會昏倒。哎呀媽呀！來，腎臟內科醫師王介立也發文了，他說收縮壓大於130就是高血壓。他還補了今天我們要拿來依循的一句關鍵，叫做千萬不要覺得醫生講的話一定是對的，有些老醫師的知識還停留在古早年代。在聽直播各位，你們發现了嗎？一個星期之內，2位有醫學背景、有頭銜、有社會地位的人，各自講了一句在自己專業領域裡面站不住的話。一個把1級致癌物講小，一個把正常血壓講大。坦白講，每個人都有130、140，他血管可能撐不住啊。方向相反，結構一樣。陳建仁那句話的效果是讓事情看起來沒那麼嚴重，蘇清泉那句話的效果是讓絕食看起來更悲壯。好吧，更悲壯就更悲壯啊！我沒有要笑你們啊，他們心裡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不打算猜，動機沒有辦法用科學證明，我不做這種指控。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這2句話都不成立。科學怎麼樣活下去？中間吳欣岱也跳出來講，吳欣岱是台灣基進的台北市黨部主委，但是他講的是對的，所以沒辦法。所以你不要奢求這世界上有一個乾淨的科學神仙在天上主持公道，每一個人都有立場。科學怎麼活下去？科學靠的不是找到沒有立場的人，那種人不存在，所有人都有立場。科學靠的是可以被查證的東西。美國 EPA 的文件在那裡？血壓分級標準在哪裡？你講的話對不對，跟你站哪一邊沒有關係，跟文件寫什麼有關係。本章的結論很簡單，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已經不是藍綠問題，是頭銜問題。當專業被拿來當作陣營的擴音器，第一個被犧牲的就是那個原本可以讓所有人共用的判準，而一旦判準沒有了，剩下的就是誰的音量大，到時候你要相信誰啊？真的只能看你本來想要相信誰了。
這個真心是變得非常悲哀的一個狀況。所以啊，它就是有容性，你就不要再多想。所以你為什麼會逃不到這個有嘞？來，我們再幫各位上一個健康教育課。我不是醫師，但是這件事情必須要做糾正。來，這個蘇清泉現場講的是130、140是正常年輕人，110稱為很危險，不是啦。現行的醫學分級呢，不是這個樣，是正常是小於120，身高是120到129，高血壓要大於等於130，好吧？這是收縮壓的 mmHg，mmHg，所以科學就是正不正確跟你是什麼顏色沒關係啦。那至於他為什麼會把血壓講成這樣，不要問我。低血壓也很危險，容易暈倒的。哇，我們這邊有不少人剛從凱道撤退，為什麼現在已經結束了嗎？不是應該弄晚一點嗎？正常以前我們都弄到9點半、10點哎。來，好，進第4章了，進第4章了。我們暫停一下新聞，講一件比新聞更耐久的事情。為什麼一個真正的專家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呢，講出不堪聞問的話，講出這種瞎雞巴講的東西？原因很簡單，不是因為他笨，陳建仁不笨了，蘇清泉也不笨了，要走到那個位置，中間有幾十年的訓練，問題出在別的地方了。哪個地方？我講3個機制，這3個機制你學會之後可以用一個輩子，一輩子，而且藍綠通用。第一個機制叫做回答的是別的問題。你回頭看陳建仁那句話的處境，他被問的是 BAP 是不是多喝水就可以排掉？這是一個讀物動力學問題。林杰良比他更有資格講，但那個場合是立法院，那個星期全台灣在吵食安。那個問題的政治重量遠大於科學重量，所以當你向政治低頭了，你就沒有臉再自稱自己是一個科學研究者。哦 ，Jesslyn 要跑去買火鍋是吧？對，我跟你講，記得要買肉、買菜、買香腸。然後買足夠多的豆腐跟雞蛋豆腐，還要買沙茶醬。深圳應該買到沙茶醬，所以你明天在家裡躲台風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有，就不用再出門了。雞蛋也管夠就好。來，於是陳建仁在回答的時候，腦子裡面跑的不是科學問題，不是苯鈿比的排泄路徑是什麼，而是這個問題現在要怎麼辦？一旦是後者，答案就會往安撫的方向滑。這不需要說謊，也不需要惡意，只需要一個很人性的動作，先想效果，再想事實。第二個機制各位，台灣最近多的是呢，民進黨最愛這個東西。今天在整個食安討論裡面，每2句大概都要看到一次。它叫 What aboutism， 就是 What about 後面加一個 tism， 什麼什麼主義。那你要翻就翻作，那你怎麼不說主義，或是更直白一點，比爛主義。這個系統是怎麼樣？你說 A 有問題，我回你，那 B 更嚴重，你怎麼不講？這次版本是烤肉的苯鈿比比毒油更高。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個數字上可能是對的。直火燒烤確實會產生大量的多環芳香烴，這是幾十年的老知識了。是拿它來回答這批油超標怎麼辦，是完全無效的。問 A 答 B， 問 B 答 A。沈伯洋也很擅長這個東西，為什麼？因為有些問題沒有辦法回答，或是你不方便回答的時候，
你就說 What aboutism? What about? 那比爛嘛？你怎麼不講那個嘞？因為這樣子的行動換了問題，原本的問題是這個東西該不該處理，他偷偷換成這個東西是不是最嚴重的？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同時是他該處理，但不是最嚴重，兩者不衝突啊。你家門口被倒了一包垃圾，你去反映，對方回你隔壁巷子有一整座垃圾山，你怎麼不去講？對啊，垃圾山確實更大，然後嘞，你家門口那一包會自己消失嗎？啊，第三個問題最麻煩，權威的錯誤有加成效果。權威的速度權威的錯誤有加成效果。一般人講錯一句話影響一個人，中研院院長講錯一句話會被剪成短影音，被親戚傳到家族群組，變成連院長都說多喝水就好了。我們著名的洗地專家就會講：你有成見人懂嗎？說到本田比的排泄，你有成見人懂嗎？我不需要比成見人懂，我只需要懂什麼是科學就好。而成见人講的多喝水就可以排出，絕對不科學。王介立那句話為什麼值錢？因為他自己是醫師，卻提醒你不要因為對方是醫師就相信他。他是在說職稱不是證據，論證才是。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句話請你帶走，並且拿來檢驗我。本台的立場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你必須要相信你自己，用科學的方法做所有的檢證。我不是獨立學家，我今天講的每一句話、每一件事都有出處。EPA 文件、詹長權的說明、食藥署的公告、醫師的公開發言，我沒有要你相信我，我要你去看那些出處，我要你聽了我的說法之後自己查證，然後確定這是對的。你相信我是因為我的一切都有所本，你相信我不是因為我他媽比較會爛，那我跟那些政客有什麼兩樣？這一章的簡短結論是：頭銜不是免疫證明，一個人的專業訓練保護不了他在壓力下說出的每一句話，而職位越高，錯誤傳得越遠，修正得越慢，所以判準只能有一個，不是誰在講，是講的內容能不能被查證。這句話同時保護你不被騙，也保護你不被自己的立場騙。所以請各位好好思考呀。劉梯兩說，對岸地溝油，此岸有崖油，兩岸一家親，一起食毒油，不見羅倫佐良油救絕症，卻嘆油洗腦，降智又傷身。所以嘛，來，我們接下來要回答一個本章裡面很困擾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講，這個問題是我特別覺得困擾的，因為怎麼會什麼都中？他媽的，你是大豆油的問題哎，怎麼會什麼產品都中，什麼食物都中？哎呦，幹！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見啊？林嘉欣剛剛傳一張圖給我，這個圖裡面呢，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他早點給我這張圖，我就坐進直播裡面了。食品安全及受害者權益促進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會員大會，站在台上笑得跟那個傻逼一樣的，就是我們的中研院院長陳建仁。嘿嘿，就是這樣嘍，好不好？來啦，我們來回答一個我覺得這整件事情裡面最反直覺的問題：混油啊，混油一罐，媽的！既然我的 YT 多日以來又首次遇到了這個流量被堵的問題啊，沒關係，沒關係，我就照樣繼續往下講。混油是不肖業者，這個大家都懂。可是雞胸肉招誰惹誰了？為什麼雞胸肉也要跟着下架呢？我手上拿到一張Costco 的自己公告，好市多自己公告的，標題寫得清清楚楚：使用受影響大豆沙拉油製成之產品，上面有12個貨號。我念幾個給各位聽哦：辣鱈魚寬片、台灣夜市經典三重奏、迷你烘烤洋芋片、泰山大豆沙拉油5公斤、麻辣鴨血麵、蒸拌麵2款、日式唐揚炸雞、鼎泰豐紅油抄手，還有卜蜂的3樣：松露菌菇雞胸肉、意式雞胸肉、紅燒棒腿。紅燒棒腿，棒棒棒！哎，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數一下，12項裡面只有1項是油啊。其他11項是零食，是拌麵，是抄手，是雞胸肉，恁老嘞！什麼雞胸肉也中嘞？我不懂啊！天哪！哇！哎，你算一下，我剛跟你報告的12項裡面，只有1項是有哎。這個只不需要我做任何推論啊，他自己就把答案寫上去了。所有的下架的產品裡面 ，Costco 這麼多的選項裡面，有1桶油，12個貨號，跨6個品項，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對油的理解一開始就錯了。你以為油是一種商品，你去貨架上拿一瓶，然後結賬帶回家？不是，油是一種原料，它出現在你看不見的每一個位置。媽，這個東西，你看，等一下啊，我要調一下我的人頭的位置。好，搞定。來，醬料靠油帶香氣。加工肉品醃制揉滾要加油保水，就是不然它會變太乾。然後脫模防粘預炸都要油。你市場上買得到冷榨油啊、冷壓油啊，要纯真的很。所以為什麼會3塊雞肉一起中標？不是因為雞有問題啊，你去菜市場買那個雞胸肉是不會有問題的。可是你要調味，你要醃制加料之後就中，因為共用一條調味產線。更根本的問題才妙嘞，這個基本上應該是林嘉欣講，但今天林嘉欣應該又去喝酒了，所以這個我來代替他講，我來代替他講，什麼意思呢？為什麼是大豆油？這個答案最慘，你我都逃不掉。大豆的含油率大概只有2成，它甚至比芝麻少。芝麻你不要看它小小一顆，它的含油比例是很高的。
但問題是呢，你壓一顆大豆呢，油大概跑出來20%。你壓一顆大豆，油20%，剩下来大部分是豆粕。豆粕是什么？豆粕是全世界養雞養豬最主要的植物性蛋白飼料啊。所以全球大規模壓榨大豆的動力很大一部分是飼料需求啦，油某種程度是跟着出來的那一份。Namely 是說，我現在家裡油都倒回收，停止叫外送了，一律水煮。我今天晚餐還是自己做的bagel，然後夾生菜，然後抹那個 cream cheese， 然後夾一些蛋白質，那什麼這個沒有調味的雞胸肉什麼東西啊？不然買外送真是沒辦法。但尤其是最近外送，因為 Uber 的價格就變比較貴，所以這個就再說好不好？不，冷壓油價格不是比較高啊，是高很多啊。你想想看，我們有那個上次定做氢能源的那個網友啊，他直接講，那個橄欖油哦，純正的橄欖油拉一次拉霸成本$10，就是你這樣去拉一次，然後那個油流下來$10。那你看看，我跟你講。你要多吃一點狗糧，你還擔心狗糧裡面有沒有豆粕嘞？你吃水煮，你們家真厲害。那可是你加醬油，好啦，隨便啦。冷壓當然比較貴，因為出油率比較低嘛。來，所以。某種程度，我們吃的大豆油其實是副產品，絕大部分是飼料需要啦。所以，我們人類是跟着我們的豬跟雞，還有水產養魚的飼料而跟着吃大豆油。對，拉一次就要300多台幣，它就是這麼貴，所以真正的那些有錢人，台灣的那個財產占1%的那些人，其實他有錢，他不在乎嘛，所以他吃的都是這種油。那你說呢？你我的問題不是不健康，是我們錢不夠，那就不用多說了。所以嘞。我講白一點，大豆油便宜哦，不是因為它特別好，是因為它是壓榨飼料時順便流出來的那一桶。便宜到什麼程度？便宜到整個加工食品業沒有理由去用別的油。謝謝魯魯米的抖內。於是它變成整個食品工業共用的一條血管。上游一批出問題，下游100家同時中標。水餃、罐頭、雞肉看起來八竿子打不着，其實他們用的都是同一桶。現在來，我跟你講 ，Costco 那個單子呢，我仔細看，因為我們家上個禮拜才去 Costco 買的東西，我看一看哦，看雞胸肉有中，結果還好，我們是買別家的。那上面有一個品項叫做迷你烘烤洋芋片海苔鹽風味，烘烤哦，然後它出現在大豆沙拉油的中標名單上。在聽直播的各位，你知道我內心的想法？我內心想法說，誒，媽不是用烤的嗎？不是應該熱量低嗎？那到底這個洋芋片是用烤的還是用炸的嘞？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查。我們先替廠商講一句公道話，他多半沒有說謊，烘烤製程是真的存在，那個洋芋片可能真的沒有下油鍋，但烘烤不等於無油啊。
第一個，海苔跟鹽這些調味料要靠油才粘得住，乾粉撒在乾片上會全部掉光，所以烘烤款照樣噴油拌油，只是量比油炸少，還是要有的。問題出在哪？烘烤呢，是對熱源的宣稱，不是對配方的宣稱。所以廠商的承諾什麼？我沒把它丟進油鍋哦，我們聽成是這裡面沒有油。看，在聽直播的各位，這是今天第二次出現同一個結構了。多喝水能排掉某些東西，被聽成排掉這個東西；烘烤管的是熱源，被聽成管到配方，都不是謊言，都是誤讀，代價都是消費者在付。是我叫你誤讀的嗎？啊？當然不是啊，好不好？來，最後我們要替好事多講一句話，這句話不講，這集會變成鼓勵大家隱匿。那張紙呢，是通路主動公告的，貨號、批號、有效期限、上架起始日全部列出來，而且明講可以退貨。如果我們今天拿這張紙當靶子說幹好事多賣有毒的產品，實際效果是什麼？是下次就再也不會有人公告了。所以本章的結論是，公告是好事，你應該要鼓勵它。這場食安事件的擴散半徑不是由污染的量決定的，是由供應鏈的集中度決定的。當上游被少數寡占，一批油就等於一條共用血管，下游幾百項毫不相干的產品會同時中標。而在這個結構裡，我們唯一還能保護你的是有人願意把名單攤開來，聯晉這家廠商自主通報，好事多主動公告，中聯的廠長隱匿就被聲壓。同樣的化學，不同的選擇，我們罵的是藏起來的人，不是攤開來的人。所以現在的問題，我跟你講，為什麼這個事情我從一開始就認命？是因為他媽你根本逃不掉。你根本逃不掉，吃掉的東西怎麼辦呢？下架的東西可以拿去退，但你已經吃掉了，而且方方面面都有。你夜市那些東西怎麼可能有不中的啦？所以啊，請各位適度的控制你的生活啊！我先講那個置頂的這個連結呢，有我們的8月網劇，很快就要到嘍。8月2號，我們的網劇在桃園，請各位有空的話特別來我們這邊跟大家晃一晃，你還可以順便帶一包這個冷凍水餃走。然後老闆娘這個前一陣子中暑，現在特別講說，沒問題，當天可以請大家試喝看看那個什麼呢？那個酸菜白肉鍋，請大家試吃。所以各位有空趕緊去置頂的地方報名，然後我們的那些這個好吃的。雲樟牧場、信公，甚至還有精致進口果物、水果那些，哎，要特別講，我跟你講，我們賣的那個精致帶貨那個精致進口果物，真是很嬌貴的水果。你不要把它當做一般東西，我們都是用最貴的黑貓宅急便的冷藏方式，寄一份要200-300塊，哎。寄到你家去，你最好馬上拆封，馬上放到冷藏去，因為它從國外貨櫃進來的，有的坐飛機，有的是冷藏貨櫃，一進來一開櫃就打包就出去了。你如果把它當做一般的貨物丟在那邊的話，那個產品放不久啊。我買它的麝香葡萄，還有貓眼葡萄，哎，我試吃都是照價購買哦，我沒有跟你這麼凹人家免費的。那連我都是要直接冷藏黑貓宅急便。我跟你講，我們家那個黑貓宅急便負責我們家那個送貨員超認真的，他每次因為
他是冷藏包裹，他每次一定要打電話給我，或者是特別敲我門。我有一天正在做運動，然後敲我門，我說好，沒問題，拿到，然後我把它拿進來，打開之後我就馬上拿去冰。所以那個是很嬌貴的產品，要請各位小心對待。那因為它太嬌貴，你不習慣，那個不是水果攤上那種東西啊，所以請各位稍稍的思考一下，好不好？就這個沒有辦法。那個什麼劉梯兩說，因為橄欖採完規定4小時就要榨油，運到台灣或日本基本上都 GG， 那個就沒辦法，好不好？你橄欖油買原裝進口也是心安吶，心安。來，我們把鏡頭移到有機產品。不，那個冷藏包裹我已經特別交代了，說沒關係，你不用跟我電聯，你就放在我家門口就好了。因為第一個我人可能不在，第二個我隨時都會開門出來，我一天開個3、4次門，我只要看到門口有東西我就拿走了。再不然你傳訊給我，我也都會收。那因為我跟他講，你不用每次都打電話找我，因為找不到，所以他就是堅持要。好，總之他很負責就對了，我們不要抱怨很負責的人。來，我們把鏡頭移到另外一條線。7月21號晚上，聯晉綠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北市政府自主通報，他們的有機苦茶油驗出苯鈿比2.9微克每公斤，限量標準是2微克每公斤。食藥署北區管理中心主任劉芳明講得很明白，這件事情跟中聯油脂完全無關，是另外的業者，原料也不一樣。衛福部長石崇良的說法一致，兩個案件不一樣，原料完全不同。那我要問一個問題，既然原料不同，業者不同，製程不同，連被發現的方式都不同，為什麼結論是一樣的？為什麼我們納在今天的討論裡面講？因為問題不在某一家業者身上。劉芳明給了答案，這批苦茶油的製程是把茶籽乾燥再加熱榨油，超標原因是因為高溫加熱過程所導致。我翻譯一下，茶籽必須要乾燥，加熱能提高出油率，也帶出香氣，所以熱榨是產業常態。而苯鈿比就是有機物在高溫不完全燃燒下的產物，它不是誰加進去的，它是溫度自己長出來的。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就是這件事最難處理的地方。中聯那條線是人的問題，人可以查，人可以辦，可以升壓，可以觀察。苦茶油這條線是溫度的問題，溫度沒辦法辦啊，他每天都在正常開工。來，現在要講這一章最傷人的地方。聯晉那一批是有機苦茶油啊，賣在棉花田、生機園地跟統一生機健康有機超市。這群人是誰？這群人消費者是誰？是那些願意多花錢、那些多付1倍的錢，特地走進生機超市，為了要避開風險的人。他們一樣中了。為什麼？原因很單純吶，但是幾乎沒有人講。有機驗證管的是農藥、化肥、基改、土壤、種植過程，它管的是田裡面，它從來沒有承諾管你榨油時鍋子燒到幾度。我跟你講，你也不要說是什麼嘛，都對岸來的，你對岸來也要全批查驗。然後你講對岸來的就不查驗，難道是對的嗎？不對嘛！我跟你講，現在的健康油哦，可能只剩下米糠油跟橄欖油了。我前一陣還在問，到底還有沒有？這不是有機造假，這是消費者對有機的期待跟有機實際承諾的範圍本來就不一樣。
你以為你買的是乾淨，你買到的是田裡面乾淨。所以這一集講到這裡，你會發現有一個很不舒服的結論慢慢浮出來了：換品牌避不掉，換有機避不掉，換通路避不掉，那是不是就算了？不對，正好相反，正因為背景暴露這一塊你逃不掉，你可控的那一塊才更不能放掉，你不能退讓了。因為背景有一些東西怎麼閃都躲不掉。後面我會再深入分析，因為它是我們這一集真正自救的框架。因為陳建仁沒有救，中研院沒有救，中華民國的食安沒有救，你要救自己啊！你要救自己啊！所以啊，我們這一章的結論是這樣，它不是標準答案哦，因為我知道有網友說啊，幹中聯去年就放寬標準等等，那個東西我不能介入，我沒有要調查他們到底怎麼樣。但是我能夠告訴你的是，如果有不同源、不同流程的東西都一樣重，我們只能說它可能是跟一個共同的物理事實有關係。只要有高溫，就會有苯鈿比。溫度沒有責任，人有，差別在於明知製程會產生它，你有沒有監測？監測出來有沒有通報？通報之後有沒有下架？聯境自主通報，24小時內預防性下架。中聯的廠長因涉隱匿被聲押禁見，案件還在偵查中呢。同樣的化學，不同的選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該罰的是選擇，不是溫度。看劉基良，你怎麼又好像變成油品業界的人啊？劉基良說，有機是種的時候不用農藥跟肥料，甚至有些時候還是用。跟榨油時有沒有用正极烷萃取沒有關係。哎，哦，順帶一提，買豬油不是自己榨，不是，是要丟到油鍋裡面炸。而你炸的那個油呢，你要用煎的啦，把那個油煎出來。而你煎的中間要鍋底要弄一層油，有沒有問題？就你自己看着辦了。所以怎麼樣都逃不掉了。哎，對啊，其實豬油沒有很塞血管呢，坦白講。來，接下來要進入自救手冊啦，各位要怎麼自救啊？來，從這一集開始呢，這是變成一個黃色的人民自救手冊。因為當中研院院長也瞎雞巴講不讀書的時候，我們要靠自己，我们要靠自己。对了，有機是不用化肥，不是不用肥料，媽用大便可不可以嘞？可以呀、哎，我今天流量只要每接近900，媽就給我閃黃燈。好了，隨便不管了。秦明說，我的客戶就在大陸種有機茶，哎，老公那邊的茶其實不差，哎，一方水養一方人。台灣的茶很好，可是老公的茶也不差呀。啤酒說推薦食品業老闆妙妙的頻道，食品業太多美嘎，大家自救吧。來，我知道很多人是為了自救手冊來的，前面那些苯環代謝聽起來過癮，但你真正想問的是，那我到底要怎麼辦？你總不能靠那陳建仁救你吧？好，第一條也是真正有效的那一條，叫做源頭減量。源頭減量是什麼意思？來，先給你看那個苯鈿比的消化路線。那你把它當做動畫看，就在背後。
來，聽起來像廢話。說媽，我需要你講嗎？源頭減量需要你說嗎？但真的不是，因為這是整條鏈上唯一你100%可以控制的東西。我跟你講，我在北京有好幾本大陸茶的書，有那個大紅袍的產地，還有那個什麼什么什麼。看，我覺得我之前有一個學長一定是茶葉專家，他帶了這麼大這麼厚一本的武夷山茶葉考，我整本看完了，我後來留給後面的學弟，希望他也變成一個茶的專家。那你也不能說老共的茶在進步啊，他有一段時間是因為制茶的流程消失，但是水土都還在呀。水土都還在，所以你真正認真經營的時候就會起来啊。武夷山啊、大紅袍啊這些東西都有去。富士山下邱小姐，我畢業第一個事就開了一個茶莊。對啊，所以這個改天有空我也講，好歹我也在北京進修茶葉學，花了不少時間吶。來。因為你控制不了我後面講的肝臟的2項比例，你控制不了厂商的乾燥溫度，你控制不了供應鏈的集中度，但這一瓶還要不要繼續吃，完全是你可以決定的，完全是你可以決定的。具體怎麼做？第一個，你要去對批號，不是對品牌，是對批號。什麼意思呢？很多人做法是这牌子出事了，我以後不買，然後家裡櫃子裡面那瓶繼續吃，沒有，這個邏輯是反的。已經在你家那一瓶才是你唯一真正接觸到的暴露源，你要麼丟掉，要麼拿去退。那更重要的，上志哥講茶，上志哥懂茶嗎？我不知道，他之前沒跟我講過，我沒看過他泡過茶。來，第二個，這個特別重要，你不要怕難，務必要用退貨機制。好市多那一張公告寫得很清楚，帶會員卡購買憑證或商品，到會員服務部櫃檯辦理。聯競也開了客服專線。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大全聯都有，全聯、大全聯都有公告退款。在聽直播的各位，很多人不會去退，原因不是懶，是覺得幾百塊算了。而我講一句討人厭的，我跟你講，這是你的生命攸關啊。你去退不是只拿回那幾百塊，是讓這件事情在廠商的報表上留下數字。沒有人退貨的下架，成本是0，成本是0的事，下次還會發生。第三，也是這一章我最想講的，要看懂自主回通報這4個字。聯競這件事情是業者自己通報的，通報之後主管機關才去查廠。大部分時候，第一個知道自己產品有問題的，一定是業者本身。也就是說，整個食安體系裡面有一條路是靠業者自己講出來才會啟動的。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就是為什麼隱匿的罰則必須重到讓人不敢賭。隱匿破壞的不是一批貨，是整個早期預警系統。至於制度該怎麼改？我今天沒有要講，他媽的又不是我執政，為什麼我一個一般的屁民要在那邊瞎講這些東西？我沒有，不講。修法版本現在滿天飛，定案了再說啦。
上次哥前幾天好像還在家附近的停車位卡拉 OK 唱歌嘞，但是身體狀況好像好了。簡單講，這一章的結論是在這整個系統裡面呢，你唯一能拉的槓桿就一條而已，啾啾，而且它就在你家廚房，把已經在你手上的東西處理掉，並且讓這個處理留下記錄。這件事情不浪漫，也上不了新聞，但是它是唯一一個不需要等政府，不需要等修法，不需要等任何人良心發現，自己晚上今天就可以做完的動作。茉莉花茶本來是蘇州特產，真心不知道。現在自救手冊要講第2條，也是最多人搞錯的一條。市面上一堆東西叫排毒、排毒餐、排毒茶、7日排毒計劃。之前研端會還講那個什麼，很常見那個排膽石那個唬爛的東西的，什麼橄欖油、蜂蜜加檸檬汁什麼東西啊，拉出一堆嗎？綠色的石頭？沒有，我要講不是那個。就這件苯鈿比的事情來說，真正在做工的是你肝臟裡的第2項代謝，不是任何一杯果汁。回到第2章那個地基，是第1項啊，我再給各位看。第1項呢，把苯鈿比變成會咬住 DNA 的 BPD-1，然後第2項再把 BPD-1變成水溶性代謝物送去膽汁。所以你能做的只有一種，幫第2項，不要幫第1項。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就是今天所有飲食建議的唯一判準，幫第2項的結合化成水溶性代謝物，把這個東西排出去。所以呢，接下來飲食建議最重要的是呢，我建議要多吃飲食裡面的膳食纖維。膳食纖維為什麼？因為苯鈿比的代謝物呢，走到苯鈿比的代謝物是走膽汁排到腸道的。那你排到腸道之後呢，會出現什麼狀況？會出現很簡單的狀況，就是腸道有一個機制叫做腸肝循環。看這講好複雜啊。來，我把這個再做成動畫呢，讓你了解。講白話是膽汁不是排掉就結束，很多成分會在腸道下游被重新吸收回來，再送回肝臟，繞回來再排一次。膳食纖維吃太多不是會便秘？那你適度的吃，所有我跟你講，你便不便秘，很多時候是跟你腸道健不健康有關。你如果覺得膳食纖維吃太多會便秘，你就吃那個優酪乳，你吃益生菌嘛。所以苯鈿比的代謝物，你好不容易走膽汁會排到腸道，腸道有個機制叫腸肝循環，也就是膽汁不是被排掉就結束，很多成分會在腸道下游被重新吸收，再送回肝臟，繞回來再排一次。這個概念是什麼？就像你把垃圾丟出門了，結果門口有人撿起來，從後門又送回你家，幹，這不是很
北蘭的事情嗎？這不是很北蘭的事情嗎？所以膳食纖維在腸道裡面會結合膽汁成分，讓把它抓住，跟着糞便一起出去，不要再被撿回來。所以這腸肝循環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所以為什麼要多吃膳食纖維？是它在你的腸道裡面會強制把膽汁排出去，從肛門流走。所以你看這個機制是不是對上了？苯酊比走膽汁走糞便，纖維作用的位置剛好在那一條路上。所以多喝水作用的位置在哪？在尿。那條路苯酊比本來就不太走。這個陳建仁的講法是站在隔壁巷子要解決正確路口的問題，這就是差別啊，這就是差別。第二個，好了，講到這裡呢，就要說了，第二個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多吃葉綠素啦。前面這個有沒有？葉綠素跟深綠色蔬菜，請記得，我跟你講，你沒辦法想象啊，我每次在超級市場買東西的時候，我都要特別想說，我今天買的綠色蔬菜夠不夠？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葉綠素跟深綠色蔬菜可以在腸道裡面跟多環芳香烴結合，減少吸收。最有名的旁證是啟東的葉綠酸鹽介入實驗，處理的它的實驗對象是黃麴毒素，不是苯酊比。我先講清楚，但它證明了在腸道攔截這一類親脂性致癌物是真實存在的路徑，不是玄學，不是玄學。所以啊，第三個，十字花科花椰菜、高麗菜、芥藍這一類含有的成分，可以誘導第二項解毒酵素的活性。第二項解毒酵素的活性，秦明講到蔬果汁，我也支持，但是因為我當年家母啊，我媽有一陣子為了讓我更健康，所以她每天早上幫我打那種多種蔬果汁，很健康，有那個芹菜，然後有蘋果，然後有胡蘿蔔，然後還有優酪乳，幹超棒的，我媽超愛我的。但是我喝了1年之後，我覺得我越變越胖，為什麼？熱量太高，因為他加優酪乳是很甜的那種高糖優酪乳。哎呀，謝謝媽媽，但是後來我就不敢喝了，這真是很妙的一個狀況。來，第4個，詹長全自己講的，以水果、蔬菜、豆類跟全穀物為主的飲食，增加體內的抗氧化劑。但是他這樣講，你蛋白質不夠了，你說全靠豆類這種東西，我覺得有爭議，但是沒關係，你可以加強這個比例。對啊，你看是不是？秦明也笑了。我那時候想說，我吃1年，為什麼我越來越胖，我沒有變瘦嘞？後來想說，看，原來那個優酪乳都是高糖的優酪乳，當年還沒有什麼無糖優酪乳嘞。所以啊，那不該做的是什麼？好，我们今天講到這裡，因為你救不了陳建仁，陳建仁也救不了你，所以你不該做的是什麼？第一個，不要再暴露在這些致癌物之後大吃高油的東西，因為 EPA 那份文件寫得很清楚，油脂的介質會增加腸道的吸收。第二，不要相信任何說可以排出致癌物的產品。等一下，為什麼我結論的時候會說為什麼這在科學上不成立？
第三，最重要的，不要把飲食調整當成贖罪券。我最怕就是有人聽完這一集之後去買一堆花椰菜，然後說：“你看我吃了花椰菜是不是有用了？”不好意思哦，這個東西呢不是真的有用啊，請各位好好照顧自己。不行啊，沒有用啦！你把花椰菜吃爆了，你還吃最開始講那一瓶油，還是沒有用，救不到你的，救不到你的。所以這一章的結論是，這一整段都是輔助，源頭減量才是王道。真正的排毒沒有捷徑，因為做工的是你自己的酵素系統。你只能支持它，你不能取代它。所有真的有用的方法，纖維、葉綠素、十字花科，共同點都是站在正確的位置，腸道跟膽汁那一條路。這也正好是多喝水最尷尬的地方，它不是被政治打敗的，它是被解剖學打敗的。那個東西呢，根本不走尿液出去，好嗎？陳建仁，多讀書好不好？請你多加油。來，這個最容易被講歪的這一條。前面講了那麼多高溫，一定有人問，那我家的烤肉呢？我家的鍋子呢？科學的部分很直接，我們直接跟你講，高溫是苯鈿比的產房，直火燒烤、油炸、油燒到冒煙、回鍋油反復用，都會生成多環芳香烴。這不是新聞，這是幾十年的老知識。所以能減就減嘛。油不要燒到冒煙才下菜，回鍋油不要一用再用，燒烤時少讓油脂滴進火裡冒黑煙。這些是減，不是戒。我沒有要任何人不烤肉啦，這個 too much。你一個人活得一點意義都沒有，沒有一點美食的慾望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沒辦法。所以我也不相信現在有什麼網絡上說某個健身教練說運動其實對於減肥沒有效，但重點是你人生要有意義。你運動的時候腦內會有多巴胺，多巴胺讓你快樂，讓你有幸福的感覺，那可能才是運動的關鍵，好嗎？那你反正平常就是控制你吃多少，然後讓你的卡路里是處在一個赤字狀態就夠了。什麼？劉梯兩說才101讚，請大家記得按讚。幹，不會吧？我們今天讚少到一個如此的靠背嗎？所以啦，川燙加花椒油涼飯啊，你用麻油其實也可以。來，所以這裡有一個陷阱啊，很多人都掉進去了。這個陷阱是什麼？你平常本來就有吃啊，我又沒叫你吃雞排，我們本來就不推薦吃雞排，你等等。你平常就有吃，所以這次也沒那麼重要。何況標準又不是我定，不對。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句話聽起來很像科學，因為他講的是劑量，但他其實做兩個偷換。第一個偷換，把非做自願暴露講成自願暴露。75一個讚啊！好啦，各位有空還是多按讚啊！我們今天這麼認真的告訴你，不要被政治炫惑，政治讓你情緒起伏，但是我們科學要自保，好不好？750人按讚了，快！今天還不錯，這麼多人按讚，來，
第一個偷換呢，他把非自願暴露講成自願暴露。我決定要烤肉，這是我的選擇啊，是我的劑量，是我自己要承擔。我甚至可以決定烤焦的不要吃，对吧？因為我是知情的。你去超市買一瓶油，你有選擇要不要吃到本片比嗎？你連知道的機會都沒有。而且第5章 Costco 那一張退貨單哦，12項裡面11項不是油啊。買調味雞胸肉的人連自己在攝取油都不知道，沒有資訊就沒有選擇，沒有選擇就不叫自願。這兩件事情在毒理學上面或許可以相加，說啊，你就是吃到那麼多毒，但是在責任歸屬上完全不能互相抵消，不要被這種雞巴話術給搞掉了。第二個偷換是把限量標準的邏輯講反。各位，很多人以為哦，這個限量標準是假設你身體乾乾淨淨才定出來的，所以你只要證明你本來就髒，你本來就愛吃雞排，你本來就吃很多烤肉，那標準就沒有意義了。你錯，完全相反。限量標準像连進那個每公斤2微克的標準，本來就是在背景暴露已經存在的前提下往下扣出來的餘裕。他一開始就假設你會烤肉，會吃炸的，會呼吸到廢氣，所以反正你本來就有吃一些，不是抗辯，那正好是標準存在理由。就因為我平常他媽吃烤肉，吃炸雞排，所以你才要定這個標準，不是我平常吃烤肉吃炸雞排，所以定這個標準就沒意義了。你錯了，林靜儀在瞎講。正因為背景值已經占掉配額了，額外非自願來源不明的那一份才必須要壓到最低，好嗎？哎呦，這個在輻射防護跟毒物管理上有個名字叫 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在合理可行範圍內盡可能低。核心概念是，對於沒有安全劑量的東西，你不問多少算安全，你只問還能不能再少一點。苯鈿比就是這種東西 ，DNA 加合物就是在你的 DNA 上面釘一個大釘子，結果後來的笨蛋 DNA 照着這個多出來釘子的模式一直複製，一直複製，他媽會得癌症，它就突變了。因為 DNA 加合物沒有一個門檻以下叫做完全沒事，所以本章的簡單邏輯是：能減的自己減，不能減的呢，別人不准偷偷給我加呀。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句話同時得罪兩邊，我知道。他得罪那些說政府別管我怎麼烤肉的人，也得罪那些說大家本來都有吃所以別鬧的人。但是這是本集最誠實的一句話，就算你是青鳥，如果你有大腦，你也該聽我講的這句話。這一章的結論是，劑量可以相加，但責任不能相加。我自己自主的責任我自己扛，你他媽給我偷加的東西，你要給我負責。我自己選擇的暴露，跟別人在你不知情的狀況下加給你的暴露，在毒理學上或許都是進同一個身體，但是在責任歸屬上完全是兩回事。而限量標準這個東西，從來就不是在假設你乾淨，它是算準你已經髒了，才往下扣的那一點餘裕。有人拿你本來就髒來論證那點餘裕可以不守，那不是科學，那是把科學當擋箭牌。哎，好，你各位不要說林北好油知不知道真相，他現在不方便出來，他2審還沒有判，好不好？
你他媽再把事件鬧大，本來不用進去關，就要進去關呢。他已經被壓了，媽6個月還是8個月了，請大家不要再害他。所以啊，我講到這裡啊，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我們今天從一句話開始，多喝水可以排掉苯鈿比，這是事實，任何致癌物都這樣。這是陳建仁講的這句話啊，走了一整圈回頭看，這句話錯的甚至不是不夠準確，是方向根本就錯了。一個掌握我國最高研究機關，照說應該是科學的最後良心的中研院院長，會瞎雞巴講這種話，這個國家跟亡了沒有兩樣。苯鈿比在心醇裡面的溶解度是水的130萬倍，它不需要任何的阻攔，它就直接可以穿過細胞膜。毒性取決於肝臟裡面兩項代謝的平衡，而不是走量。主要走膽汁跟糞便出去，不走尿。你增加尿量，动到的不是瓶頸，是你晚上沒時間，只好去睡覺。對啊，白小洛講沒錯啊。雖然我知道自己早晚會死，但是輪不到你送我一程吶。滾！所以啊，你增加尿量根本沒有用，好嗎？同一個心情，另外一邊也有另外一個陣營人把血壓110講成危險，看。所以我最想要告訴你的，不是誰講錯了，那個一周就沒人記得了。陳建仁瞎雞巴講，但是他位置留得住嘛。反正他覺得我今天要死後才會下地獄接受審判，哎呦等等，我沒有說他要一定下地獄，他覺得他死後才會接受審判的，隨便。我想要留給你的是那個判準，不是誰在講，是誰講的內容能不能夠被查證。EPA 的文件在那裡，血壓的分級在那裡，食藥署的公告在那裡，好事多的貨號在那裡。這些東西不會因為誰職位高而改變，也不會因為你投給誰就改變了。這就是科學終將勝利的意思。他不是說科學家會贏，科學家常常輸，而且常常是輸給自己的立場。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講？因為啊，那個可以被查證的東西，最後會站在原地，等所有人的話術都過期呀。秦明說，譬如說，我會去吃燒烤，但是如果烤到看不出這一串原來是什麼東西了，我就不吃。我是建議老闆不要上這種東西呀。哎呦，小戴今天來，哎呦，小戴希望你身體一切健康啊。我如果存夠錢，我搞不好今年或者明年我就可以去新加坡晃一晃。所以我們把今天的自救手冊收攏成3句話。第一個，源頭減量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槓桿。核對批號，實際去退，讓他在報表上留下數字，讓他明白台灣人是有食安意識的。我不是一出來我就擺爛，我連退都不退，那你搞屁？那以後他根本不要通報了。第二，幫你的第2項，也就是剛我們講的，我再給你看一遍，就是你肝臟裡面運作的第2項，不要幫第1項。纖維、深綠蔬菜、十字花科，這不是排毒，是後勤補給，幫他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最後一件事啊，第三，能減的自己減，不能減的別人不准偷偷加。你烤肉是你決定的，那批油不是。然後是最後一件事，也是今天最傷人的一件事，沒有解毒劑。詹長全講得很清楚，沒有主要的公共衛生跟醫療機構提供任何補救方案或解毒劑，來直接逆轉或減少攝入苯鈿比這種致癌物之後的致癌毒性。沒有用啊！我把自己關掉，沒有用，好不好？沒有用。也就是 BPD 跟你的 DNA 一旦牽合在一起，變成加合物，那化學鍵已經在那邊了。你喝再多水，吃再多花椰菜，都不會把它拆下來。所以市面上那些叫排毒的東西啊，絕大多數在賣的不是效果，是心安。心安是這整件事裡面最貴的商品。心安讓你不去退貨，讓你覺得反正我有多喝水，讓一個超標的批號在你家櫃子裡面繼續待着，多喝水就好了。危險不是因為多喝水有害，多喝水沒有害，它危險是因為它讓你以為你已經處理過了。在聽直播的各位啊，記住今天這個結構，同樣的句子出現了3次。多喝水能排掉某些東西，但不是苯鈿比這個東西。有機管的是田裡面，不是鍋裡面。烘烤管的是熱源，不是配方啊。3次都不是謊言，3次都是你自己在腦子裡把那句話補完了，補成一個你比較想聽的版本。而每一次那個補完的動作都是消費者在付錢。那到底應該怎麼辦呢？你的身體已經在做這件事情了，你的第二項代謝每天24小時在運作。處理你吃進去的、吸進去的、皮膚碰到的一切，它是真正在做工的那一個。你能做的是不要一直增加它的工作量。所以本集的結論是這樣的：你能動的槓桿只有一個，而且它不在你的膀胱，也不在中研院，更不在凱道上面。它在你家廚房那個櫃子裡呀，那瓶你還沒有去對批號的東西上面。喝水救不了你，科學救得了你。而且你要相信的是科學，不是任何的政治人物。不是任何的政治人物，你要相信你自己，好嗎？相信你自己。所以各位，今天一路走到這邊啊，我覺得在台灣討論政治已經沒有用了。坦白講，我們可以分析政治，讓你學到更多東西，但是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讓科學拯救你，讓科學幫你找到一個方向，然後這才是一個可能性。哎，好了，其實今天的標準已經達到了。那各位抖內的話，一樣，我們這邊有微信，有綠界，然後有這個支付寶都可以，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那這個請各位看看，覺得今天滿不滿意？可以的話，我們就可以繼續做更好的內容。實際上我覺得已經做不錯了。那所以我們下禮拜吧，禮拜1還是禮拜2吧，我們就會花時間講奧德賽 Odyssey。奧德賽其實到底它是怎麼流傳的，到底它是怎麼記載一路往下走的，我也覺得很有趣。好了，今天這個綠界沒有抖內，那這個所以我們要跟各位講，小心保守自己是一個。那這個
我看看，劉梯兩說，可惜了鐵觀音這種茶葉，明明是烏龍茶，卻要搞什麼綠茶化，原有的茶葉特色都被搞丟了，最後 GG。正南說，住了50年的老家巷子約30戶，40幾年來沒人得過癌症，這5年來6人癌症走了2人，我母親還雙癌症，青菜大都自己種，不放農藥，還都水煮菜在吃，我都懷疑這食安問題到底有多大。陪床1月半年多，發現癌友病患年齡20到40歲，就是越來越年輕化，越來越多。醫生的門診人數基本都50人以上，沒有轉診單，想要網絡掛號，只會看到額滿2個字。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請各位多多思考。我不知道要怎麼辦啊。然後秦明說到保肝，推薦一個幹不會念啊，請各位去看秦明的抖內，到日本，在日本的網友可以去買一買常備。秦明喝酒的時候很開心，是吧？話叫龍酒，這個劉冠超又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活法，叫活得快樂一點。本人剛出社會的時候，有前輩提醒，出差的時候不要考慮任何食品安全問題，不然會選擇障礙症，會影響你的職業考量，因為你沒有專心在工作。你在那邊東躲西躲，非常小心，不然你會有選擇障礙症，會影響你的職業考量。所以本人之前15年有了很多大膽的嘗試，美好的生活就是忽略掉沒意義的事情。啊，你大膽嘗試是打炮啊，這跟食安有什麼關係？你吃了什麼東西進去嗎？好，梅斯阿開始說小抖一個目標，支持九哥這個使用阿薩布魯道具擔任阿魯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點選置頂連結，移駕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謝謝。By the way， 感謝政府讓平民百姓都變成專家，只要發生任何事情就開始搜尋活下來的本事呢，自從疫苗開始，就這樣子啦。Look 徐說小抖支持豬大的科普，所以好，下禮拜這個標準已經達到了，下禮拜在家化療到底能不能保險給付？我跟你講，在家化療的問題是，你的照顧量能夠嗎？你的照顧量能夠嗎？不好意思，我家之前才走過這一招，我可以告訴你，我非常感謝護理人員，因為有很多時候你在家照顧的量能到了最後的時候，你會缺氧，你的呼吸怎麼樣？什麼東西？那個真的沒有辦法，甚至要打一點類固醇的時候，你家有嗎？那你要怎麼把你家人從家裡面運到醫院去看診？话要龙九說，超哥抖內今天除了韓院長講了4推，我很懷疑他多久沒SPA之外，沒什麼新意，根本沒有用。去查一查你們花生油跟芝麻油的原料、烘焙溫度、藍白縣市長有種，就這2種減一下，保證天天能上街。你看劉冠超媽一個上海人，比我們還要認真在看這個，在這看直播。所以我跟你講，在家化療這個問題是，你不要以為在家比較好啊。我認識在家做癌症治療能夠維持生活品質的，只有豪奢之家、豪奢巨富之家，我就不要點名了。啤酒說，今天才跟鄰居阿姨推薦生馬鈴薯，她胃食道逆流1年多治不好，才1年多嘞。我以前那個胃食道逆流是媽的5、6年都好不了，好不好？我跟你講，還要注意你的那個買的保單哦。很多癌症保單一定要確診才行，即使重大傷病卡都拿到，但是醫師沒有寫確診，他就是不給付。對，正南說的沒錯，化療副作用發生的時候，你根本無法處理，你整天吐到你倒在地上起不來。請問你在家怎麼辦？吐你滿地都是
凝視深淵76說：“朱大，寵味家滷味下架了嗎？那之前訂購會出貨嗎？你再問一下，之前訂購應該會出貨，因為之前他們的那個冷凍庫壞掉了，那他們為了食安的關係，全部都下架了。那你記得你問我沒有用，你要問我們的客服啊。”黑糖饅頭說想聽奧德賽，那麼想聽奧德賽不會抖內哦。Juliet 拍90，謝謝你的抖內。檸檬原汁加蜂蜜不加水，稀釋着吃有幫助排毒油哦。你不要亂吃，好不好？麻煩多吃綠色蔬菜就好了。你檸檬原汁加蜂蜜不加水，稀釋着吃。哦，子祥說的沒錯，如果你不是自己化療，不要隨便幫家人亂決定啊。很多，我跟你講，你真正知道化療有多痛苦，它就是全身不舒服，全身無力，撐過去就隨便了啦。迷斯阿卡塞只是他講的哦，他說在家化療是为了腾出病床，他把原来該發生在醫院的事情丟到家裡去了。哦，刘冠超說也沒錯，保險條款很多人看不懂的，這個可以開一集，而且大家知不知道很多工種保險公司是免責的？對，可是問題是我幹嘛跟保險公司作對呢？也沒人委託我啊。千爾尼塔說：“朱大今天的分享知識點很足。”我跟你講，現在的問題是，我也知道吃魚油好，我甚至自己也有在吃。但是魚油就怕重金屬跟塑膠微粒呀，所以請大家好好的照顧自己，好不好？來，我最後看一下有沒有網友有抖內要講什麼的呢？好的，這個今日微信許久不見，有一位網友呢叫做什麼樹，謝謝你的抖內，我們今天開心。然後白小洛昨天稍晚的時候呢說算了，該吃吃，該喝喝，政府暗箭傷人，誰躲得過？毀滅吧，怎麼開心怎麼過。這個昨天晚什麼丁？昨天他說這一集做得不錯。昨天那麼，我怎麼忽然之間有一個大筆的什麼聲？For 2407 Arbunis， 這個網友每次都抖不少好啦，希望我有收到，希望你一切平安。不，我也知道餐餐吃水煮真實原型食物。對，壞掉的紀元說，別亂聽網絡偏方啊，檸檬汁喝太多會胃食道逆流，這樣要喝馬鈴薯汁啊。來，支付寶呢？我看看啊，星期三，昨天晚上有網友抖了1塊錢，謝謝什麼什麼名，他說這集講中了事實的核心，真相傷人。昨天那個千爾尼塔定制的那個作品，意外的口碑很好啊。他說每一種制度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有一個網友來留言，他說那一集的結論呢，你如果沒有經過人性的對抗的話，你不會懂為什麼。正因為制度改來改去，掌握制度的權柄的這個
操守才是最重要的。啊，花花魚說：“我今天穿站在科學那一邊的 T 恤去看醫生，醫生偷偷跟我說，他也有看朱大開心。哎，站在科學那一邊那件 T 恤很冷門嘞，還有人看。然後那個 McKinsey 說，他前一陣子一早起來中暑，然後坐捷運的時候也有看到科學終將勝利那件 T 恤。好啦，我們就悄悄的在這個社會上彼此保守，彼此資助。”彼此支援，這樣我們才活得久，好不好？我們上次家母得癌症的時候，我們用到莫須有，但是其實我後來完全沒有打，因為第一個我擔心家母的身體撐不住，因為任何比較弱的標靶藥物其實都是會有很麻煩的事情。所以好了，各位，希望各位彼此保重。我們還有彼此，我們永遠都有彼此。那你的信念跟我的信念呢？只要我們撐得住，我相信我們會贏的。科學終將勝利，好嗎？現在各位有空趕快按讚啊！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讚啊，那都是按讚，好吧？我們只剩彼此了，所以。阿卡賽，如果8月2號有空的話，記得來幫忙啊！我們要從台北把東西運到桃園去啊！桃園老闆置頂的連結裡面，除了我每次都在講的這一個很好用的酷泰科的這個行動電源之外，還有8月2號網劇的連結，請各位記得來參加哦。這個南部會不會有網劇，我就不知道了，好嗎？請各位。繼續往下走，906個讚啊！好了，已經很多了，謝謝 L 小戴。改天如果我去東南亞的話，應該會找我朋友一起做直播。好，各位，最後終於又到了投票的時候。今天的內容，如果你覺得內容寫得好，這個講的也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內容好的講的不好的話，請按2；如果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的話，請按3。各位投票，投。Mr. 阿開賽說：“朱大，我都報名了，8月2號肯定到，需要協助嗎？有啊，需要從台北把東西運下去啊，連我一起運下去，我就跟你一起這個公路旅行，開到那家店了，好不好？請各位趕快投票，然後呢，我們最後也一邊播放，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很喜歡的。”那首歌呢，就是那個好像為了祖國的勝利，是不是？我用 AI 做，當年 Google 還可以做滿2分鐘的音樂的，現在都不行了，好不好？如果有人會用 Suno 做的話，強烈建議。哦，哇呱呱說，我曾經以為台灣的食物都安全美味。2016年去台灣時，可喜歡夜市啊。後面看了數據才知道，台灣人吃的東西並不健康，洗腎比例全球居首，就知道台灣人腎承擔了太多。但是這個呢，台灣的腎是不是跟我們地下電台賣藥有關？這個很難講。那好了，這個就這樣子啊。這樣子說，反正很有卡林卡那個時代的味道。好了，簡單來說就是跟各位說拜拜了，好不好？拜拜。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б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Срок измеренный, путь наш в тумане, ножны брошены в стылой волн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 один закон. Отли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нег окрасится в цвет зак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